要教大家4款适合帽 T 的编发造型，经过小小的手法，让它变得比较蓬松的话，才可以让我们的发量牢牢的抓在我们的发根。教大家的一个小配包，就是让我们的颅顶可以增高，但是又可以绑一个好看的侧边的麻花辫。是一个 Hair Salon 的 YouTube 频道，我是艾咪。那最近天气逐渐转凉啦，那帽 T 已经成为大家日常最常的穿搭。那如果是披头散发的话，穿帽 T 的话会显得很臃肿，又看起来无精打采的。那今天艾咪要教大家4款适合帽 T 的编发造型，那其中有2款搭配棒球帽，会有更有氛围感哦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OK， 那我们第一款发型呢，就是要教大家如何戴棒球帽，但是又可以显得头这边头角不要这么明显，然后又可以修饰脸型的麻花辫。像是如果你还在编这种传统的3股编的话，就会让你的头型很扁塌，头角明显，再加上就没办法修饰脸型，尤其是这一块耳朵这一块附近这边，就会觉得很无聊，就是觉得很平凡。那今天要教大家另外一种比较蓬松，然后又有纹理感的麻花辫。首先呢，如果你是有鬓角修饰脸型的呢，可以先把它拿出来，让我们这边不要有个洞。然后再来就是呢，我们可以先把剩下的头发稍微塞到耳后。在这边有个很重要的小配包，就是我分发束的话要横着分，自己在看镜子的时候，我们的手指头就是横着插进去，分为3束。3束完之后呢，这样的话，你在编的时候，这边就会蓬起来，就会显得这边的部分不会这么扁塌。那我们就是先3股编来个2圈，然后是反向的3股编，就是从这边的中间的头发呢，我们往旁边，手就一直往后放，转进来之后呢，再往中间放，就是手就一直往后，来个2圈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先扎起来。先固定，稍微固定就可以咯，可以不用拉太紧，没有关系。然后拉完之后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得到一个短版的3股编？那我们就是中间挖个洞，把头发呢一样往后翻，直接塞进去。好，这边拉紧。有没有？这边就会看起来比较蓬，然后你可以这边稍微再调整一下自己的头型，然后一样，我们把橡皮筋往下拉，拉了之后呢，一样随便开一个洞，然后再把头发往后翻进去，然后我们再一样拉紧，然后一样再往下拉，然后再开一个洞，不用开到同个地方，没有关系，就是随意的、随性的，然后拉到你想要它绑的位置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稍微抽丝，把自己的这个麻花辫拉大一点，慢慢拉，不要拉太快，不然头发很容易就会散掉了。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丰厚的麻花辫，很针对，就是如果发量偏少的女生可以做这种感觉，可以看一下。Before 跟 After 的感觉，就是传统的麻花辫，但这个就是我们经过小小的手法，让它变得比较蓬松。OK， 那我们刚才教完双边的麻花辫，那我们要教大家侧边的麻花辫。但侧边的话，大家都会有个困扰，就可能就会直接这样绑起来，这样会让你的头顶可能显得更宽大，没有那种增加颅顶的效果。所以现在的话呢，就要教大家的一个小配包，就是让我们的颅顶可以增高，但是又可以绑一个好看的侧边的麻花辫。准备一支尖尾梳，那如果你用尖尾梳的话，你也可以用手，在我们头顶这个区块可以看得到自己的头顶的中心线，那可以在中心线的2指或者是3指的位置，看自己的头宽的位置，我们可以画个闪电锯齿状。那我们要怎么画立字形呢？就是这样左右，在这条线上的，假如说你要再更背一点的话，你就是再画过来一些，这样画完锯齿。画完锯齿之后呢，把头发分开来，
这样你就会得到一个模糊界限。那模糊界限的话，你也会得到一个比较蓬松的头顶。OK， 那我们分完我们的高颅顶之后呢，我们就把我们的头发集中在你想要绑的那一边。那上面这个区块呢，一样2指到3指的地方分一个长方形。长方形之后呢，中间分一条线，把前面的头发往后放。往后放之后呢，把下面的头发放上来，一样，前面的头发加进来之后呢，我们转一下，然后给它在下面。都是重复的动作啊，都只会有2股。加进来之后呢，转一下，然后让它在下面。OK， 可以看得出侧面的纹理就会比较明显。等一下还可以再做抽丝的部分。好，一样，侧边的头发呢，一样加进来。这边就可能有时候就不用拉太紧，因为拉太紧的话，这边的缝隙就会比较大。往后转一下，转完之后呢，我们就给它分2半，像这样2半，一样，这个头发集中在一起，缠绕着它，一样转一下，然后缠绕着它，然后到尾巴的时候，可以稍微先捏着，捏着的话可以看着镜子的自己。稍微拉头顶的蓬度，一定要把下面拉住哦，上面才可以去做拉丝的动作。然后一样是慢慢的。这边侧边的话呢，慢慢的拉，拉到你想要的地方，我们就可以绑起来，做收尾的动作。那如果你不喜欢你的尾巴这么长的话，其实你可以把它翻起来。做一个小揪揪，这样它这样看起来会更饱满、更圆润一点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再教另外一款发型，就是大家又爱又恨的丸子头。因为大家很喜欢绑丸子头，但是很容易因为比例不对，或者是说绑的那个丸子不好看，很容易就是可能会开花等等的。那接下来艾米就要教大家如何绑好看的日系丸子头。那我们首先呢，可以从我们的耳朵这个顶点到我们下巴这一边的这条线，沿到我们的头顶上，就会变成一个斜的感觉，不要是平的，也不要太高。那我们往上拉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把我们剩下的头发往上盘，这时候都不用管，先把它抓好。然后我们抓完之后呢，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头型有没有稍微圆润一点。如果不够圆润的话呢，可能像公针会比较凹的地方，可以稍微先拉一点出来。这边一定要疏通哦，中间这个地方一定要疏通。疏通完之后，这个非常的快速，抓紧你的根部的这个地方，我们用扭转的方式，先扭转紧一点都没关系，反正就是不要让它松掉。对，有这些小毛都没关系，不要理它。然后转，然后开始顺时针的转，你顺时针或者逆时针都 OK， 就是你顺手的方向。然后转，然后把这个小尾巴转进来，一样藏在那个我们的丸子的下面，不要让它跑出来。然后拿出你的橡皮筋，可以稍微宽一点的，不要是那种太细的橡皮筋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是固定，一样要压着哦，它才不会跑掉。固定之后呢，我们绑紧。好，现在会像一颗小香菇、小蘑菇的感觉，那也不用理它。我们基本上是用对角的方式，把我们的丸子拉松，对角，然后前后左右的对角都 OK。先把它稍微拉大一点，看起来发量比较厚、比较多。再来就是可以稍微压着，把我们手指头伸进去，往中间的地方稍微往下拉一点点。这样让我们的这边的蓬度会比较饱满一些，不会让后面看起来视觉扁扁的。一样侧面跟我们上面这个地方都可以稍微先拉一下头发，拉一下头型。好，再来就是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歪歪的？就是我们现在丸子头看起来是歪歪的，看起来不整齐。那我们就可以稍微去调整一下位置，看哪样位置会比较正。这个点压下来之后呢，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 U 型夹。对，不是一般的小黑夹。U 型夹的话，才可以让我们的发量牢牢的抓在我们的发根。
底面。那 U 型夹会建议大家可以选这种有圆头的，比较不会伤到你们自己的头皮。那使用方法很简单，我们压了这个点点之后呢，我们就直立的，我们丸子上的头发跟我们自己头皮上的头发有含在一起之后呢，直的进去，横的再进去，所以变一个 L 型，它这样才可以让它固定你的丸子跟你的发根的部分，这样怎么甩它都不会掉。那我看一下，我们这边是有点微开的，然后我们不喜欢，想要再微调它的型，就是把它头发抓起来，一样稍微往下拉一点点，一样我们的 U 型夹直的进去，横的插入 ，OK， 这样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丸子头。OK， 那接下来这一款的话呢，是属于比较低调，然后比较慵懒的低丸子头。那首先一样，先把你旁边须想要留修饰脸型的先留出来。接下来呢，一样上面的这个呢，可以稍微左右拨个蓬度，就拨到你自己觉得会蓬的这个地方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就全部让我的头发收干净。收干净之后呢，我们就先绑起来。可以这边可以稍微低一点点哦。然后绑的时候呢，好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不要让它全部拉出去，就让它收到有个像一个小啾啾一样。拉完之后呢，我们中间开一个洞，打开，把洞打开，但是不要把它拉到最底哦，我们就是把它中间挖一个洞，挖一个洞开来之后呢，我们就把我们的头发全部塞进去，连这个小丸子也塞进去，好，塞干净。这个针对中长发或者稍微再长点头发都可以这样做，把头发全部塞进去。塞进去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头发这样绑起来，好，绑起来。这样就属于一个比较低一点的丸子头。那这边的话都可以稍微再抽饰一下，让自己的头型更好看。那今天教大家的4款编发造型，希望大家在造型上呢都有所的变化，然后可以让自己更加自信、更加漂亮。大家如果有想要看什么分享的话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哦。那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下次见喽！